不知道大家微解封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我是有啦。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电影呢，其实大家敲碗敲了很久，你知道吗？同时，它也是在漫威的宇宙这一系列的电影里面，两个没有出现外传的角色。对，这两个，一个就是鹰眼，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老实说，骆师傅，当我让你看黑寡妇的时候，你该不会觉得我又要叫你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吧？国家地理频道为什么？因为黑寡妇就蜘蛛吗 ？Hello， 我还没那么没 sense 好不好？我好歹看过其他复仇者联盟系列好吗？你知道黑寡妇其实她不是剧中人物 Natasha 她的一个代名词，其实黑寡妇她是泛指的是一群女刺客。哦，你是说红屋那一群全部都叫黑寡妇就对了。Okay. 对啊，这是你在现在才知道吧？对啊。因为我以为他就大概就是美国队长之类的，就是可能就是下一个人继承的那个人就叫美国队长。我知道这个概念，可是我不知道说黑寡妇是一群，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就是黑寡妇，然后继承的那个人也叫黑寡妇。我不知道说那个组织全部都叫黑寡妇啦。对啊。告诉大家，黑寡妇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群人。其实我要那个黑寡妇要加个 S 才可以啊。就一堆人都没有老公，好可怜哦，好可怜，这样子好像不对哦。这不正确。没有一个人不是没有老公，是死了老公才叫寡妇吧？黑寡妇就是这样。对啊 ，anyway， 对。整体来讲就是以这个电影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家庭的破坏，然后结合，然后再去破坏另外一个他们原来的一个更大的家庭。我觉得它是有巨蟹的可能，但是呢又打打杀杀，你知道吗？然后充满着爆破，这样我就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的去来思考这样的星座能量。对，其实刚才姐夫你已经提到了一个关键哈，一个关键词是家庭嘛，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跟巨蟹这个做连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另外一个你也讲到的关键就是破坏了再重组，破坏了再新生。这件事情其实又会关系到了就是我们的冥王星。他所掌管的东西，冥王星一般我们会讲说，冥王它就是一个毁灭，其实它也代表了新生，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提到天蝎座的二元性的时候，会讲到它最后的一个最神圣的阶段是火凤凰，因为它毁灭的时候又重生，所以毁灭之后再新生这部分就是交给我们的天蝎座，也是我们冥王星所掌管的范围。有关于冥王的故事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哭悲的这个电影里面有，所以他还在黄标，就对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个黄标是撤不掉的，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是暴力吧。可是我们讲的内容也没有多暴力啊。好啦 anyway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啊，对啊，大家听听看，再告诉我们黄标的那个内容到底在哪里，我真的搞不清楚。对，你讲水逆的那一集也是黄标啊。我讲水逆也黄标。对啊，我讲过2次水逆啊，哪一场哪一个？就是最新的这个，最近的那一个。最新的那个我有讲了什么？就是水逆求生手册也是那个。我到底我有讲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好了 ，anyway， 好，不，大部分都没有啦。对，好，那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巨蟹加天蝎啊？我觉得是还蛮互起来的啦。虽然说间谍这件事情，在12宫里面是由双鱼宫来掌管，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撇开整个从电影的这个大方向，姐夫刚才挑出这2个大方向的话，我觉得巨蟹跟天蝎会比双鱼有更多的一点的连接。好，那讲完这个电影的本身的能量之后呢，我们就要从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其他4个要角，也就是说 Natasha、Elena 还有她的父母2位，这4个人所组成的家庭，因为主角就是他们，就从父亲 Alexei 开始讲。
好哦。那骆师傅觉得 Alex 会是什么样的星座能量？我觉得就是爸爸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火元素很丰富的一个人，他展现，因为其实一开始在逃命其实看不太出来可是在后来的部分你会发现他的火元素非常的展现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很直来直往然后有什么说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大拉拉的，然后里面一些笑料其实都是爸爸来产出来的嘛，对不对？对对对，而且他力大无穷。对，所以基本上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觉得他是白羊或者是射手的几率是高一些。对，白羊或射手。对，因为一般我们先从射手开始，为什么会是射手？射手第一个当然就是力大无穷嘛，那当然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而且他就是一个比较粗犷的，让你觉得他就是不那么细致的一个人，然后他可能是比较不修边幅的，对，那但是相对来说，就是因为射手原则上就是他的行星特质就是这样子，所以之前我们提到几个跟射手有关的人，不管是美少女战士木野真琴啦，或者是我们之后提到的寄生上流里面的球妈妈啦，其实都有带有这种比较粗犷的这种大拉拉不修边幅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对，对，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他会很喜欢的去讲一些大道理，或者是说他讲的时候他没有要听你讲话，就是例如说他跟他的 Elena 在床边，他要讲故事，然后 Elena 他因为他是不开心才跑进房间嘛，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 Elena 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想要跟你聊的意思，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好没关系，你就坐在那边，然后之后都是他在讲话这个非常符合射手座的一个特质，就是射手座他没有要跟你讲话的意思，他只要布道，他只要讲他要讲的就好了。所以也就是说水星在射手太阳在射手的人原则上他很容易就是自顾自的陷入一种就是自己的情境跟自嗨的一个情况里面。我跟你讲，有个小炒蛋在我的脚底下，真的他今天非常的对对，所以也就是说他射手座有这种就是他会忘记要听你讲话，他会讲的比你还要多的一种特质能量在里面对，那白羊座呢？白羊座的话我会觉得他另外让我觉得很像白羊座的原因是也是因为他在跟他女儿在讲过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讲，他说我是负责肌肉就是力量这部分，那你真的是其实执行任务其实是你妈，他执行的任务杀的人比我还要多太多什么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直接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不用头脑的工作，他用的是力量这一型的工作，那其实这个是火星就是包含我们的肌肉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的火星或白羊或者是说我们的摩羯也会掌管某部分的肌肉，但是摩羯比较多是骨头，白羊比较多是肌肉的这个部分的掌管所以肌肉的部分是白羊在处理，对啊，就是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整个爸爸的他挂在口边的，他很在意的是什么荣耀，然后我是他的战士，然后我是他的任何的就是冲锋陷阵的，我为国做了什么事我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去做，这是他挂在嘴边他最重视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白羊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他很注意就是我就是正义，我就是冲锋陷阵，我为了国家我就是冲第一，然后我就是开疆扩土，然后再来而且他对于荣耀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的战神阿瑞斯，尤其是我们的罗马系的战神阿瑞斯他所很注重的事情，因为罗马人他供奉战神，所以他把战神就是形容成一个荣耀之神勇气之神。好啦，所以爸爸可能会是一个白羊座跟射手座的综合体。我觉得这两个能量还蛮清楚，那只是说看大家觉得哪一个能量会更倾向于这个爸爸，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看看。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妈妈这个角色漫画里面的她的设定是红屋最顶级的科学家。骆师傅觉得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星座特质 ？OK， 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实验猪，然后跟猪就是住在一个小农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跟那个文学作品就是《动物庄园》好像有某种程度上面的
的关联或者是符号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设计。那当然，我们就是一般讲到就是科学家，而且又是这种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是脑神经的一个控制，或者是一个精神力的一个控制。那原则上是跟脑科学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关联嘛？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脑科学有一部也是相关的作品有提到啊，气魂，大家可以去。对，我们在气魂的那一集的电影聊天室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神经传导、脑科学或者是超越我们现在科学的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也是我们的宝瓶座在掌管的。所以基本上妈妈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天才，然后她研究的是这种超越我们目前现实里面科学范畴以外的一个领域，然后她研究的内容又是神经传导。所以原则上就是宝瓶能量非常的强烈，而且你看哦，他的爸爸是被抓去关，所以没有跟自己的2个这个女儿联络。妈妈她是完全没有要跟他们联络的意思，他们可以断得很干净，好像仿佛是没有联系关联一样，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没有关联哦。对，本来就没有关联，可是问题是他还是会留着那本相簿嘛。对啊，然后他跟娜塔莎讲说，哦，你不要去回首过去会比较好，比较就是跟过去做切断，你就会不痛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宝瓶就是他不是不会心软，而是说他刻意让自己切断那个感觉，切断那个记忆，然后让它看起来好像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宝瓶，就是非常的不会疏离，对，疏离的那份感觉。第3个角色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哦，因为你知道那个 Natasha 在之前已经往生了，领便当了，所以接下来新一代的黑寡妇就是她了，也就是这一集要出场的 Elena。我觉得可能姐夫看到的比较多是他展现双子的这种皎洁啊，或者说很喜欢讲一些机智言语，或者是那种玩乐性质的那种展现的那个面向，或者是童趣的那个面向。另外一个让我也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们全家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妈妈告诉他们真相之后，他告诉大家说，你们觉得的虚假的部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真实的那个部分，即便今天我知道它是假的，我还是认为那是我是最真实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会是巨蟹座吗？还是这个其实比较多，我会觉得我们会讲到真正家家入梦似幻，我依然相信这件事情其实又跟我们的好傻好天真的双鱼会有关系啊。因为其实双鱼座他有时候他就是我就是要傻到底啊，我即便知道我被骗，我还是要被骗啊。而且我觉得那个被骗是美好的，那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全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双鱼的那个傻劲，你真的会觉得他很伟大。所以宗教家的那个慈悲什么的，他即便知道你这只蝎子会蛰我一口，我还是把你从水底捞上来，因为你溺水了。这个其实就是很伟大的一个情操，那也是我们所谓的傻劲这件事情。对啊，最后这个角色我们要讲的是 Natasha。Natasha 虽然已经应该最后对以后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为这个Scarlett Johansson 她的这一个黑寡妇来分析一下她的个性。先说了，我觉得她是摩羯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对于家庭这件事情还蛮重视的一个，不是摩羯啦，巨蟹。姐夫已经云录制录到头脑发烧。对，手机发烧，人也发烧了。对，先说，我觉得他是巨蟹座，因为我是从他以前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时候，就是看他的片段形象，一直到这一集电影，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讯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他一直是一个从头到尾看清楚真相，但是问题是他就是他要演，他也可以陪你演，但是他要戳破，他也就是很锋利的会戳破你的，就是看完你装逼，然后我也是可以就是戳破你的，但是要演我也可以陪你一起演的一个角色嘛。
那但是就是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一直是一个很锋利、很锐利的角色，但是他对于情绪的那个连接又很强烈，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杰夫讲的巨蟹座，我觉得好像是不无道理，因为巨蟹我们之前讲过，它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而且很会看人脸色的一个星座。天蝎也是一个很会洞悉人心、洞悉人性的一个星座。所以基本上我们心理学、人性厚黑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天蝎座在掌管的一个领域。对。然后再加上它很性感吧？对，再加上它很性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天蝎跟巨蟹的一个分野。我为什么会说它可能也会是巨蟹座？因为它奶大。OK， 好，这个也是一个评断标准。然后我看到的其实是不是？我不确定以外国人标准那样算怎么样啦。好，然后但是就是这的确也可能是一个，但是我会觉得他整个比较冷冽的个性性格来说，我觉得就是天蝎也会比较有可能，但是他天蝎它里面也是软的，所以他会很保护他的情绪，所以我们在看所有的复仇者系列，一直到这一集，我们才看到更多的黑寡妇的这么的一个柔情的一面，真情流露，对，真情流露一面，而且是在他死后的电影的这个电影的剧作才看到哈，所以就是说他之前的一个形象塑造一直都不是一个走我就是一个温情路线，但是你就会觉得他的背后藏了些什么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这也很符合我们天蝎对于秘密的一个守候，或者是拥有秘密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星座能量形象。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头来想，杰夫刚才讲的一个巨蟹座跟对于胸部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连接哈，我倒是想到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连接。您说，就是你会发现从第一次我们的黑寡妇在大荧幕上出现，一直到今天的这一集，他最厉害的武技，其实他武术的技法其实是让人家觉得很目眩神迷的。他就是到人家身上，然后去用他的手脚肢体的一个协调性去把人扳倒。他明明就是一个可能比人家娇小的人，可是他却可以扳倒一个比他还要大的一个彪形大汉的一个这样的武技。那这就会让我想到说，这个就会又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一般在讲到手脚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会讲到跟双子会比较有关系，因为它是手跟脚四肢，其实是我们的双子所掌管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太阳在巨蟹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水星或者是说金星可能落在那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这部分会有比较多兴趣或发展的才华这个是我会觉得好像可以跟巨蟹有一点关联。但是回头来想，天蝎也有没有可能呢？天蝎的上一个星座是天秤，处女的下一个星座也是天秤，所以其实天秤它掌管的是什么？虽然天秤它掌管的不是我们的四肢，但它掌管的是平衡。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从我们走路的仪态美不美、平不平衡、优不优雅这件事情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血糖高低会不会平稳，或者是说我们的营养均不均衡，这些东西其实都会跟天秤有关系。所以在医疗占星学里面，天秤是管我们的肾脏，肾脏也是2颗。对啊，而且它就是管就是你的平衡性，就是废物啊跟水分的平衡。对，然后所以这个武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所以在扳倒敌人的时候，他不是用自己的手脚，而是用重量的平衡度，他扰乱了对方的平衡，把对方的平衡变成自己的平衡。如果一个人的太阳落在天蝎的情况之下，他也有可能他的水星或金星有可能落在天秤。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天秤跟天蝎这样的考量，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最后还是会颁给天蝎座的原因，除了第一个他性感的这个特质，然后隐藏秘密的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回归到这个武技本身，它武技本身它用的就是一个平衡度所以对，然后再加上你会发现从第一集复仇者联盟黑寡妇出现一直到现在，很多时候的1对1的谈判
而且要突破心防的工作，都交给我们的黑寡妇。从之前复仇者联盟，他跟洛基在空中的玻璃监牢里面的1对1突破心防，以及到我们这一集的德拉科夫，他跟这个大魔头始作俑者1对1的这个谈判，也是要勾出他最后他到底他的阴谋是什么。所以勾出了最后原来是那个戒指，它都是用1对1这样的方式去戳进别人的心中。所以戳进别人心中这件事，一定要够了解人性，够了解人性的黑暗面，那这个天蝎一定没有问题。那讲到1对1这件事情是他的强项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是颁给我们的外交官天秤座嘛。那所以同时能够糅合天秤跟天蝎，然后又展现这样的这个能量的话，我最后还是就颁给他，可能太阳天蝎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黑寡妇这个电影，我们归纳出这个4个人的星座，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希望下次不要又跟天蝎座有关的电影。对，不然大家觉得说啊，这是在讲天蝎或双鱼嘛，这也不是办法，对不对？或者是其实比较轻松一点的题材会跟天蝎比较没关系。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电影？其实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就找来看，然后再来分析给大家听，这样咯，好吧？